没有我们撑着，乔氏早完了。还是先问问自己那个败家的儿子，他身居高位，有没有一天做过一件对乔氏有贡献的事？他有没有一天为乔氏的生意真正操过心呢？教出这样的儿子，你难道自己不应该检讨一下自己吗？金帆，我想到你要跟别人结婚，心里真的很难过。但这是救乔家唯一的办法，你必须要回去跟他结婚。我真的不想看到你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爱那个自私自心、爱欺负我又爱捉弄我的那个臭小子。燕平，这些年来，你为了一个完整的家，你吃了太多的苦。你是我们家最好的儿媳妇，静媛还在医院里休养，金帆还在闹情绪。如果他们两个人都出戏，你就算有儿有媳，送你了。老太太，家里来了2个人，想以乔家家属的身份出席今天的葬礼。乔董让我请示你。谁呀？来雪还有莫凌天。该来的人不来，不该来的人来了。都来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奶奶，我跟来雪都希望以亲属的身份，一同出席燕平阿姨的葬礼。毕竟，我们也是乔家的一份子嘛。我今天就不参加葬礼了。来雪呢，怀着孩子，她去那样的地方，不太合适吧？奶奶，燕平阿姨跟我妈的心结，我想在这个孩子出生之前，一定要让她知道这心结已经解了。你们2口子商量的事情，谁挡得了啊？乔董，哎，你的意思呢？都听妈的吩咐。我是一向不反对有孝心的人，那就先吃饭。今天吃素，吃完饭呢，一块儿去吧。嗯。哎，金帆呢？等一下我们出发，经过他公寓，接他一下就行了。你告诉他，如果今天他不出现在自己母亲的葬礼或者坟前，以后就不要回来了。乔家不要这样的子孙，我另有选择。奶奶，你放心，金帆会来的。谢兆后呢？哦，他先过去打点一下。哦，是吗？奶奶，公司跟家里的事情，您就别操心了。等来雪把孩子生下来，您就带孙子，到时候把事情交给我们处理就好了。你这么说，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，就是希望奶奶您把股权放下。就是放下股权，也轮不到你。爸，您不要用这个阴谋论的眼光来看我，我也只是很理智地看着整个大局。公司啊，随时会有高层侵入刑事诉讼。如果奶奶现在不表明立场的话，我怕到时候她受了刺激，公司的大权会落入旁人的手中。就是我出事了，还有金帆。现在乔氏正是水深火热的时候，怎么能把大权交给这么一个没有责任感、
随时会失踪的人做董事长呢？奶奶，虽说金帆是乔家的长孙，但是为了公司的长远考虑，我觉得您还是得慎重啊。我听明白了，凌天，你的意思是，你是一个人选？莫凌天，就算股份不给我哥，也轮不到你吧？奶奶想怎么做决定，不用听你的意见。明娇，再怎么讲，你也得叫我一声姐夫吧。说句公道话，在做生意的天赋上，你们三兄妹中，谁能比得上来雪？再说了，我的能力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把股份留给来雪，再加上我的帮忙，一定会让乔氏越来越强。那你是想让乔氏姓莫呀，还是姓来呀？有一点你是没说错，金帆现在没有能力承担这个重任，他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失望。现在玩失踪，就是因为害怕才逃避的。川，我还以为你是他最亲近的兄弟，会帮他的。奶奶，在这一点上，我必须要客观。金帆连让我去帮他的机会都没有给我。不过，我可以帮明娇。明娇现在是不会做生意，但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慢慢的来。我相信以她的聪明，还有乔氏原有的人脉，她一定行。谢爽说的没错，奶奶，您不是最疼我了吗？乔氏再怎么样也不应该落在外姓人的手里。再说，谢爽也是乔家的孙女婿啊。一个还没领证的孙女婿吗？行了，我还没死呢，就在这儿争起遗产来了。要说公平，好啊，你们谁能把乔氏从现在这个局面里挽救回来，我就把我的股份全都留给谁。怎么，不争了？那就去把燕平的葬礼给我办好。争权夺利呀，是每个大户人家的必修课。你们放心，在这方面，我是教授，是专家，我一定撑着，陪你们坚持下去。分头去做自己的事吧。你的手艺还是跟以前一样。
我母陶艳萍，生于书香之家。从小母亲给我的回忆都是慈爱的，我永远也忘不了她替我织毛衣的倩影。母亲教我弹琴，伴我学习，培育我从小就有着一份高贵的气质。作为长子，我对母亲的感情最为深厚。我8岁的时候，母亲因病，跟我和妹妹鸣交隔断了。没有母爱的我变得任性不羁，犹如断线的风筝。直到今年的盛夏，母亲康复，她再一次把我们一家人连接在一起，把我从孤独黑暗中带回到光明的路上。可惜欢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，也许挽回迷失的我，才是母亲再回乔家的心愿吧。母亲给我的回忆是那么的真善，而我给母亲的，就只有担忧、焦虑，惶惶不可终日。妈，你安心，金帆长大了，乔家的责任我一定会替父亲分担。日后每当我惦念你，我一定会再给你发温馨短信，好吗？永远敬爱你的爱子金帆。忌口。你最对不起的是这2个孩子，从小让他们失去了母爱，也没得到父爱。艳萍这10年有一个乔纪云一直陪着她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。这个乔纪云已经20多岁了，子代父职，他在替你还债呀。我知道你今天一定会来。你从小就孝顺妈妈。艳萍，我和儿子都在你跟前了。这些年，我一直都欠你一句郑重的道歉。本来以为还有机会可以和你当面讲的。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金帆，对不起明娇，对不起妈，对不起凤仪和来雪。我这辈子很失败，不管是作为父亲、丈夫、儿子还是爱人，我没有扮演好任何一个角色。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好好的补偿他们了。这是什么？你妈葬礼上不能没有祷文。我凭对你的了解，替你写下了这篇文章。替你在场念诵的是明娇。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以恨我作为活下去的动力。但我要说，我不是个好爸爸，没有给你任何好的回忆。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而恨乔家、恨奶奶、恨明娇，还有很多期望放在你身上，包括奶奶、明娇。我要让爱你的人为你流泪。对不起。目前只有2条路可以选择，一条路是由责任人，就是那份合同的签署者承担法律责任，同时通过协商和原告签订一个赔偿协议，看是以资金还是以入股乔氏的形式偿还债务。这样处理的好处在于，乔氏不会被分拆拿去拍卖，而且可以维持运作。坏处就是2个签字人当中有一个需要出来承担法律责任，就是坐牢。
如果我们坚持打这场官司，我们可以作为原告提出合同欺诈诉讼。但是，目前劣势是证据不足，取证艰难。而且，即使赢了，乔氏对项目股东的赔偿也要支付，无非就是赔多赔少的问题。这样处理的不好，就是耗时久，不知道会拖到什么时候才能解决。而且，乔氏的声誉会受损，恐怕影响到员工和社会上对企业的信心。你从公司过来，乔氏的情况怎么样？表面上风平浪静，暗底下各怀鬼胎。乔董，您真的决定？其实公司的情况你比我还清楚。这也是一个损失最小的选择。乔董啊，我不要说了，我已经决定了。哎，你给我说的东西呢？哦，这是我以您私人的名义存下的一笔钱，不计入公司账目，所以和官司没有关系，您仍然可以自由支配。谢谢你。要是我早一点把公司的真实情况都告诉您，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，让您措手不及啊。你不需要这么自责的。其实你早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提醒我了。只是我不甘心，想赌一把，结果赌输了。帮我处理一下这笔钱，平均划到明娇和来雪的账上。什么？那都不留给金帆少爷吗？不把他逼到穷途末路，他是不会背水一战的。希望这次我在金帆身上下的赌注没下错。乔董，一定要做这样的选择吗？无所谓，我累了，是时候好好休息一下。一朝君子一朝臣，我走了之后，恐怕你的日子不会好过。你多为自己好好打算一下。哼，我手下的人已经给我放风了，他们已经在计算我的退休金了。是莫凌天的人，还是谢昭后的人坐你的位置，就由谁来执掌乔氏大权。我从毕业起就进入乔氏，从没想过有一天要离开这里。我真是对不住你们这帮忠心耿耿的老员工。乔董，不要这样说。乔氏给了我太多。我进乔氏的目的真的很单纯，就是想帮爸做点事儿，分点忧。而且，如果可以让莫凌天也进乔氏，这对公司是有很大帮助的。我不懂，为什么这么多年你还在帮助乔家来迫害我们母女俩？你不是说你这辈子只爱妈一个人吗？有些事情不是黑白颠倒就可以，我们还要顾全大局。你们乔家就是大局，我们来家就该牺牲吗？好，再来一份这个，就这样吧。好的，爸，你还没单独陪我吃过饭呢。这家餐厅啊，当年我和你妈定情时来的餐厅。这里的菜，你妈最喜欢了。来雪，我这里有一份房产证，等我外孙长大以后，你再转给他。
里面有一张银行卡，卡里面有几百万现金，密码是我生日。爸爸能给你的就这么多了。爸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这么快就认命了？我们是被社局陷害的，官司还没打呢。不是有没有打的问题，打赢了又能怎么样？到最后一样还是让我们赔偿。乔氏的时间拖不起，最好的方法是由我来承担法律责任，这是对我们乔氏危害最小的处理方法了。我不能接受。来雪，我知道你身体里面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。如果你是个男孩子的话，我对你的期望不亚于金帆。爸，我能为你做点什么？帮我看住乔氏。看住乔氏？当然，你是我的女儿，是乔家的孙女。等你生完孩子之后，就回到公司去上班。你和金帆就像脱缰的野马，难以驾驭。明教为人比较单纯，谢创毕竟是谢兆后的儿子，他又怎么可能真心向着我们乔家？现在能帮我们乔氏的只有莫凌天，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留在莫凌天身边，千万不要让他倒向夏正郎，成为夏正郎在乔氏的内应。我哪有办法拴住莫凌天？你放心，你一定可以的。男人嘛，生了小孩子之后，做什么都不一样了。你一定要坚持住，一定不能放手。小雪，这件事情不要跟你妈妈讲，省得她担心。哦，不用送了。那我不送了。哦，莫太太回来了。你去哪儿了？这么晚回来？你挺着个大肚子，小心动了胎气。哎呀，凌天，不要把夫人看得那么紧嘛。她既然出去，肯定有出去要办的事情嘛，是不是，莫太太？我如果不出去，你有机会来我们家找凌天商量吗？我就不打扰二位了，先走了啊，再见，再见啊，再见。你刚才什么意思啊？弄得我好像跟谢昭后做见不得人的事一样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呀？我爸还没进牢房，你们就商量着怎么瓜分乔氏，哼，会不会太迫不及待了？你在瞎说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你见过乔继云了？去孕妇班，见什么乔继云？他又不爱我这个女儿，我干嘛关心他的死活？孕妇班的孕妇都有老公陪着，你什么时候陪我去？我不管你怎么看我，我怀的是你的孩子。你在我冲锋陷阵的时候跟我讲这一套，我没有精力理你。你那些所谓的情绪，绝对没有我的情绪重要。是啊，莫先生马上就要卷入一场新的权力斗争里了，怎么会有时间陪老婆去运动呢？你说什么？一看你们的脸，我就知道没谈拢。情况怎么样？你可以跟我说说，或许我可以给你拿主意。我想换掉财务总监，但谢兆后是个障碍。
他坚持用自己的人。所谓自己的人，应该就是谢创吧？谁都知道，财务总监是谁的人，这间公司最后就是谁的。哼，这谢创也真够贼的，跟着我哥这么多年，也只不过是我哥花钱买来的一匹狼。哼，谢创想跟我争天下，那也得看看他有没有本事。你说莫凌天那小子怎么那么狠毒啊？怎么了？两只眼睛虎视眈眈地盯着财务总监的位置。谁拿到财政大权，谁就是老大。爸，你绝不能让步。这一步要是输了，我们在乔氏就真的没有地位了。这小子背后有夏正郎给他撑腰，任何人他都不放在眼里啊。那你的后台不也是夏正郎吗？你们是一个门里的人，斗来斗去有什么意思啊？你别这么看着我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只能父子同心。我告诉你，夏正郎就是一个过河拆桥的小人，我算看透了。谋权不如谋财呀！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把静园要投的那笔钱弄到手。乔氏没什么油水了，那笔资金才是实实在在的。这话你只说对了一半。您要是把权给扔了，钱也迟早不是你的。这么说，你小子有什么想法了，是不是？乔氏毕竟是乔家的家族产业，很多老员工对乔家还是非常有感情的。与其把他们都驱逐，安插我们自己的人，弄得怨声四起，倒不如收买他们人心。那些缺德的、挨人骂的事，就让莫凌天去干。你小子说的真轻巧啊！收买人心，怎么收买啊？你又不是乔家的人。哎呀，我瞧现在呀，这些乔氏的老员工，恐怕恨死我们谢家父子了。恨就恨呗。乔明娇可是乔家的人，乔董一坐牢，她就成了没人疼的落难公主。这时候用她来博同情、笼络人心，再合适不过了。有意思，让明娇出面。没错。她肯吗？明娇呢，在这个世界上只听一个人的话。算了吧你是他口头上的老公。你想不想看我怎么用明娇这颗棋来把持住乔氏的财政大权？哎，你小子说的是真的？那老爸我就等着看你的本事了。来。妈，他们都到齐了，可以下去开饭了。你们吃吧，我还不饿。妈，我会离开家里一段时间。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我等你回来。妈，是儿子我做的不够好。不，扛5代人的企业，比新创的企业是难上加难。因为我的固执，让你走一条更为艰辛的道路。你受委屈了。妈就你这唯一的儿子，妈是爱你的。妈，
你要保重。手续已经办好了，东西收拾了吗？嗯。那我们走吧。金帆，我的律师刚才打电话给我，说我的钱已经汇到了这边的户头，可以用了。只要你需要，我随时可以把钱注入乔氏。清远，我不能用你的钱。未来这2个月，乔氏会变成什么样？会有什么转变？没有人会知道。我不想拖累你。金帆，我已经决定先私下转2亿给乔氏，加上之前稳定股价的一些钱，我也可以算是乔氏的小股东了。这样，可是你和明娇以后要是出了什么乱子，我也可以帮到你们一点。静远，这个生意对我来说举足轻重。我当然会慎重考虑的。如果你怕连累我的话，那么我是不反对你4人写一张借条给我的。先把这些衣服拿到储物房，过几天我心情平复了再处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等下。在整理东西啊。爸。小时候，妈妈跟我说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织毛衣一样，想要建立，就得一针一针的往下织。可是想要毁掉它，只要一拉，所有的努力都会化为乌有。我们家会不会一下子就被拉垮了？不会，只要人在情在，家永远都在。你相信你哥，他会带爸爸把这家扛起来的。过2天，王律师和刘昌会通知你，我把妈妈养病用的那栋别墅房产证过户给你。另外呢，我还存了一笔钱，一起给你。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房子是你妈的，我这样做，她会高兴的。你呀，从小到大都没受过苦，爸爸要保证你下半辈子过得很好。还有啊，无论以后嫁给谁都好，这些东西不要随便给人家的。今天的天气真好啊。爸，你是不是跟哥一样，觉得谢创有问题？你感觉呢？我渐渐发现，谢创身上有我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。有时候他让我觉得很陌生，像是被什么拴住了似的。不知道他是身不由己，还是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你不要多想了，时间很快就会告诉我们答案的。哎，你看这个风筝还在。爸，还记得他吗？我当然记得了。你妈妈为了把这个风筝给金帆，我开着车找遍了大街小巷。
没想到还保存得这么好。你妈是希望我能更多的时间在家陪金帆。爸，我陪你放风筝吧。您一直这么忙，也没留下什么回忆给我。这次，留个回忆给我吧。好吧，走吧。金帆，可以先把车停到一边吗？怎么了？我们不是回家吗？我怕家里会出事，我怕打扰到你休息，所以我想送你去公寓，让你好好休养。不用了。你觉得到现在，还有什么事情能吓到我的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和乔叔叔怄气吗？我知道，你一直以恨我作为你活下去的动力，但这么多年来，我欠你一句话，我一直都没讲。我不是个好爸爸，我对不起你，没有给你一个好的回忆。金帆，你相信我，天底下只有不愿意原谅父母的子女，是不会有不愿意原谅子女的父母。其实我看出来了，你跟乔叔叔都是很在乎对方的。我们回家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爸，你的风筝飞得真高。哈哈哈。爸，你的这个真好。哈哈哈哈。再高一点。好。儿子，太棒了！出去，再高点，出去。怎么都不说话？干嘛那么安静啊？我这段时间不在家里，你们要团结。如果公司和家里出现什么事情的话，要跟奶奶和金帆商量。如果金帆不在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哪天闹情绪，无缘无故的失踪，那我们找谁去啊？你怎么这么说话？我们现在是一家人，你做好你该做的事情，好不好？爸，董事长的这个位置是不能空下来的。我手持乔氏2个大项目，如果没有权的话，怎么推动工作？我接您的位置是实至名归。项目跟行政大权都在你手里，怎么想只手遮天啊？这是我们乔家的事，你是谁啊？你凭什么跟我讲话？就凭我是乔氏的一份子。先不说乔董的位置吧，咱们来聊一聊财务总监的事。你为什么找李家安不用刘昌？
是不是把他的退休金都准备好了？你查我？我查你，怎么了？李家安这个人，曾经帮助大公司上过市，而且他的哥哥是海外华人银行的副行长。他进乔氏工作，只会对我们有利。关于乔氏的事情，跟你们都无关。难不成由你来接手吗？今天乔家这个祸，到底是由谁带来的？最没资格讲话的人就是你。好了好了，这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决定的。我认为，由董事会来投票决定。我离开之后，这个家就由金帆来当。你们都要听金帆的，他是这个家唯一的领导。你们都要给我好好记住。乔董，警察来了。我要走了。爸，我不要你走。记住我跟你们说的话，好好照顾奶奶。叫什么名字呀？乔继云。爸！你终于喊我爸了。爸，对不起。金帆，奶奶年纪大了，你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，只有你才能承担起责任。爸爸相信你做得到。凌天和谢壮都在去留边缘，你要用你的方法，让他们变成你的战略伙伴。做生意不能够耍小孩子脾气，随心所欲，要学会喜怒不形于色。即使是你不喜欢的人，也要学会如何发挥他们的才能，为己所用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。这是你姥爷跟我讲的。直到你想明白了，路就宽了。不要让爸爸失望，不要让所有人失望。我们乔家要靠你来保护。等我回来之后，我们这个家必须是完整的，记住没有？我记住了。
哭什么哭啊？都已经离开乔家了。你以为我是在装吗？那是我爸，我才没你那么冷血呢。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女强人，没想到也是妇人之仁。你爸只是拘留，不是枪毙。你这个时候就不应该跟我出来，留在奶奶身边。你看，这么好的一个机会，让明娇跟谢创抢跑了。你能不能闭嘴呀你？喂，夏董啊。好，那到公司再讲吧。那待会儿见。我现在要去华朗，跟你不顺路，你自己打车回去吧。不然，你自己返回乔家，把我刚才说的事情该做的都做了。你过分！听着，无论我是怎么样的男人，都是你孩子的父亲，你的生意伙伴。用你的办法帮我拿到乔继云的位置，这样你才有存在的价值。还不下车？记得点赞关注哦。